这绝对是我见过在恶劣的天气下最爽的一次野外。当一场巨大的暴雨即将降临在二山无人谷时，善美开着大白，带着一个超级豪华的大就来到了山谷深处。下车后，他感觉到山谷的湿度非常大，像这种情况，暴雨很快就会降临。今天善美的表妹丽莎也和他一起来到了无人谷，她也想尝试一次在暴雨中待在豪华帐篷里的一天是什么感觉。善美这次带来了一个巨大且非常豪华的帐篷，现在他们二人需要在暴雨来临前将帐篷展开。此时雷声由远至近的响起，雨也越来越大了，他们开始加快速度。善美特别喜欢这种天气，她感觉在雨天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感，而且雨越大，这种感觉就越强烈。如果你也喜欢雨天，那你就在评论区里吱一声，或者打出来一个帐篷的表情。据说高级一点的设备打出来的帐篷旁边还有小树，我想看看都有谁的帐篷和我打出来的不一样。现在帐篷经过充气之后就已经完全展开，外面的雨也越来越大，他们钻进了帐篷。丽莎看着外面滑落的雨滴，她感觉这简直是太舒服了。她现在感觉空气中都带有泥土的清香味，并且每一次的呼吸，她都感觉身体在被净化。为了能更好的观看雨景，他们将天窗和内帐全部都打开。现在他们在无人山谷就拥有了一个可以360度观景的舒适空间，而为了能让帐篷更加稳固，他们开始将地钉固定在地面上。帐篷做好固定后，他们要对帐篷的内部进行装饰。首先要做的就是先将地面清理干净。山谷的昼夜温差很大，这个季节夜晚还是会很冷。进入帐篷后，善美将羊毛毯铺在了地面上，这样他们踩在上面不仅非常柔软，最重要的是毛毯隔绝了地面上的寒气，踩在上面就会感觉又温暖又舒服。当所有今天要用的装备都搬进帐篷后，善美也来到了车里，将刚刚睡醒的贝拉接了进来。此时的贝拉感觉到非常开心，她非常喜欢这里。他们在玩耍时将床进行了充气，还在床上放了一层柔软的被褥。而为了能让夜晚过得更加温暖舒适，善美和丽莎开始组装壁炉。帐篷外面有提前预留的烟筒口，只要将其撕开，就能直接将烟筒组装出去。壁炉点燃后，帐篷内就会慢慢的升温，而趁着壁炉在加热的同时，善美用锡纸裹上了几个紫薯，放在了炉子上。紧接着，她将隐私帐篷也展开放在了他们居住地的旁边。同样，这个帐篷也需要用地钉进行固定。有了这个隐私帐篷，他们就不用走进树林里。方便过后，丽莎开始组装今晚要做饭的装备。现在外面很潮湿也很冷，但躲在帐篷里有了壁炉的加持，他们感觉非常舒服。虽然外面的雨很大，但躲在帐篷里面的二人丝毫不受影响。听着雨声，他们将刚才烤好的紫薯剥开，这种甜甜的香味让贝拉都忍不住要吃一口。吃完紫薯后，他们在一起玩了一会儿。没多久，表妹感觉自己又饿了，她感觉在这种天气下就特别想吃热乎的食物。于是善美开始为她制作今天的晚餐。她在锅内倒入了鲜汤，然后将饺子放了进去，再搭配一些配菜，这就是今天的主食了。之后，善美切了一些豆腐放在口中，等豆腐一面煎至金黄，再在中间放上辣白菜，这道热乎的美食就完成了。听着外面雨滴滑落的声音，住在山谷深处温暖帐篷里吃着热乎的食物，他们二人都感觉到了非常的舒适和放松。饭后，
他们和贝拉玩了一会儿，然后就关上了灯。可能是听着雨声比较好入睡，刚躺下没多久，他们就睡着了。